相信了解无人机的各位都知道 DJI 大疆无人机这个品牌，一个2006年的初创公司。刚刚成立时的大疆也和大多数创业者一样，因为没资金，只能在简陋的民房办公。因为工作环境简陋，原本一起创业的2位同学也在2年后相继离开。这时的大疆只剩5、6位员工，还招揽不了无人机方面的专才，因为没有专才，想在过年回家的时候告诉父母亲戚朋友自己在简陋民房工作，会让人觉得自己没出息。随着大疆在2008年推出直升机飞行控制系统后，大疆才开始有了销售收入，终于摆脱了整间公司依靠创始人王涛一人的资金运行的模式。还好有了收入，不然大疆就真的把创始人的资金扔进大疆了。2年后，大疆依靠直升机控制系统和新推出的飞控技术面产品 Ace One， 成功的让大疆至少每月能赚取10万人民币的收入。同年，香港科技大学向汪涛团队投资了200万元。有了资金的投入，这时的大疆员工突然发现他们不再需要像沙丁鱼那样挤在民房办公了。随后，因为拖筹飞行器在全球范围内逐渐崛起，大疆很快把在直升机上累积的技术运用到多旋翼飞行器上，并迅速打响口碑。在短短1年后，大疆便在全球的多筹无人机市场上占有高达50%的市场率。随后，大疆的销售额以每年2到3倍的速度增长。大疆在2013年推出 Phantom 系列大疆无人机后，就在短短的1年时间内，大疆就在全球售出了大约40万架无人机。趁老美还没意识到无人机有多重要前，已经领先全球无人机业者了。随后，大疆开启了开挂模式，在短短10年内，大疆成功的成为了全球无人机的霸王。根据全球无人机业内报告，单单在2022年，全球无人机市场就成长到了306亿美元，而大疆一家公司就占据了全球70%的份额，妥妥的行业老大。就连老美迟来的制裁也已经是为时已晚，无力回天了。这时的老美在无人机领域里看着大疆就像巨人一样那么巨大，那么的无人能敌。那么为什么大疆的无人机那么好卖？大疆之前无人机很贵，可不是像你我一样的普通人能买的，大多数无人机还是军用或科研类型的，身为平民的你我可买不了，买了也无多大用处。可是这一切被一个热爱航模的80后改变了。当时16岁的他收到了遥控直升机作为生日礼物，可是真实世界的遥控直升机差点粉碎了他对于遥控直升机的热爱。更加可悲的是，替换的零件还要等上几个月才能从香港到达。出于对于遥控直升机的热爱，汪涛决定了要做精灵一样飞翔的无人机，才有了创办大疆的故事。身在全球供应链都转移至深圳的时代，实在幸运的让汪涛享受了电子原价大幅降价的红利，飞行控制器的成本腰斩再腰斩。成本下来了，也加快了研发速度。大疆决定自主研发每一个零件和技术，把大疆的护城河基础打好。终于，大疆在2013年把第一代 Phantom 精灵无人机推出市场。大疆的无人机空中悬停和响应速度彻底征服了全球市场，让消费者能够以几千元左右的价格拍摄专业级的稳定航拍影片。大疆深知并非每个使用无人机的人都一定准备好驾驶无人机，凭借到手即飞，不用组装，不用下载代码及几千元的售价，大疆迅速用精灵无人机在这个消费级无人机市场，让全球无人机爱好者为大疆精灵贡献他们口袋里辛辛苦苦赚取的金钱，完完全全的颠覆无人机市场。因为 GoPro 的软件很弱，甚至有时还会软件故障而影响到图传，进而导致无人机坠落，所以大疆决定和 GoPro 分手，自主开发相机。大疆无人机以极其出色的相机和成像能力而闻名。大疆相机能够以高帧拍摄 4K 甚至 8K 视频，这些无人机还配备了防抖功能，可提供清晰的影像和流畅的影片片段，这使其成为摄影师的首选。大疆还推出了专门为其无人机开发的日相仪，新型日相仪的无人机能为消防队、搜索队和农民提供协助。大疆的无人机还可以在救援时感知障碍物，自动避开障碍物，进行智能跟随或搜寻。除了这些，大疆还拥有友好的用户界面和全面的应用程式，使用户可以轻松操作无人机。在大多数人的印象中，中国制造商普遍采取以低价产品的策略占有市场，很少考虑品质。相反，大疆追求技术优势，从8位原微处理器发展到32位原微处理器，还引入了强大的专用讯号处理器。大疆无人机还可以使用第三方的商业软件。我们讨论的不仅仅是制作电影，而是能根据无人机摄影机的数据建立下方地形的3D 模型。这项技术对于建筑师、建筑商以及考古学家来说非常方便，所用时间只是传统技术所需时间的一小部分。消费级无人机只是开始，现在大疆把目光投向了一个更有利可图的市场。农业无人机有8个旋翼，能够携带2.5加仑的农作物喷射液体，它每小时可覆盖10英亩的土地，使其比手动喷洒效率高40倍。在未来的某一天，也许
农场里的无人机可能比拖拉机还更常见。为了增强用户粘性，大疆建立了摄影分享网站天空之城，极力打造全球航拍爱好者和专业摄影师的社交平台。该平台汇聚了众多世界各地的拍摄作品，传播航拍乐趣，并通过定期举办天空之城摄影大赛来提高用户参与度。大疆还建立了用户社区，名为大疆社区，提供产品介绍、无人机使用攻略、航拍作品展示、线下活动信息等内容及售前、售后、用户交友讨论等服务，有效提升了用户的使用体验。大疆依靠此举成功提升了用户粘性。大疆创新还真的是名副其实。大疆最大的卖点是创新，大疆的成功归功于其对创新的承诺和对卓越的不懈追求。该公司的历史以无人机技术的众多突破性进步为标志，包括稳定性、摄影机功能和飞行时间的改进。大疆产品因其可靠性和性能而受到各界专业人士的信赖。中国产品要走出去，产品硬实力是基础门栏。不过与一般的本土品牌不同的是，大疆的品牌出海实施了从国外到国内的路径，在欧美地区占据了大量无人机市场份额后，大疆才开始回归本土，进入中国消费者视线。目前大疆在海外的主要销售市场仍以北美、欧洲为主。2022年，大疆的销售收入中，海外市场的占比高达80%。据报道，全球最受欢迎的5款商业地图测绘无人机都是大疆的产品，而在无人机领域，大疆创新的名声更是稳居前列，甚至超过国外的大品牌。能够走在世界消费电子的前端，离不开品牌对科技与创新的持续投入。只有对产品的打磨追求极致，大疆才能成为今天这个高科技含量的品牌。